谢谢两位导演接待我。很高兴，很高兴啊！我们也听说你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综艺节目的制作人。我做很多啊，我也做戏，也做这个舞台剧，然后呢，这个就是又进圈子比较早，大学的时候就进圈子了。不过我进电视圈的时间跟您啊，您比我我是57年的，我53年。对对对，我长你几岁？对，您算老三届吧？算新三届。新三届就是69年的时候，我是69年中学毕业。没错，您后来就是考大学，中文系，对，中文系。中文系那是您的志愿。对，我原来是在上中文系之前，我是在电台当记者。人家说你可以学新闻，后来我觉得学新闻就是他们说写东西太干巴，不如学中文。我是学新闻的，是吧？对。所以说你现在做这些都非常好。我们是学新闻的，那做影视。不，我这些东西跟新闻有关了。是。对。那曹导演是在北京读完中学，对，读完高中，然后去USC，对，南加大，对，他是我这个女儿的应该是学弟，你几年毕业的大学？15后。哦，那是我女儿的学长。哦，学长，对，他现在还在美国。对，您是读 USC， 对，读电影学院。他在 Annenberg， 他就在我隔壁嘛。对，我在 SCA 那个。不，他电影学院做得很好。对的，他是这个 George Lucas 是吧？对，George Lucas 他去 donate，然后做的那个电影学院挺好。是。不过您开始进入影视圈是北京的电视艺术中心，那是毕业之后82年成立的。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专业的电视剧制作单位。对。然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是83年成立。您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是82年底。82年底。对，83年初，我去。对，我进北视中心的。对，我对您心向往之，是因为我88年回来探亲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了很多这个录像带。对，我看了。那时候但是您参与策划的那个时候就是《四世同堂》，对，《四世同堂》，然后渴望我很可惜没怎么看，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对，渴望是90年，对，90年播的，91年然后是编辑部故事播的，对，93年是北京人在纽约播的。我说您这个参与当初啊中国电视戏剧的开始然后就从《四世同堂》啊，然后渴望，我最感动的。就是看编辑部的故事。那时候你是93年，对不对？对，那时候你是92年左右。因为我知道这个编辑部的故事有点就是美国的 sitcom 情况喜剧，我想曹导很清楚。那个时候呢，台湾后来流行什么 Friends 啊，什么就我们那边翻成什么六人行啊，等等。老友记。对，老友记啊。对。然后后来那个导演，他们很多导演，后来有个导演到台湾，我就跟他合作，也合作 sitcom。可那个时候我来探亲的时候，我找录像带，看到编辑部的故事，我非常觉得，因为编辑部它那个是个 sitcom，那个跟连续剧不太一样，我想操到很清楚。当时我们搞渴望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下一步拍什么。当时有2个剧本，一个是编辑部故事，2个策划的2个，一个是编辑部故事，一个是黄成根儿老舍的作品。不是，那是赵大年和陈建功的。OK， 他们俩的作品。但是呢，因为渴望火了，就是跟渴望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作品。当时我们策划就是搞一个喜剧，对，然后是系列的。每一集讲一个状况，对，每一集讲一个故事，每一集同样一拨人讲一个故事，这就是 sitcom， 对，但是它有一个不一样，跟美国人是带笑声的，对，好像是带观众的，对，中国最早的带观众带笑声的是我爱我家，对，英达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学了这个，对，学的这个 ，OK， 我们那个就是完全自己创意的。所以说他跟那个就是不带笑声，但是呢一集就讲他们一个故事，讲一个编辑部，对，然后把社会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事社会观察，对，放进去，而且编辑部这几个人物也有意思，
就是葛优啊他们。葛优，我和王朔一帮人一块讨论的这个事儿，讨论这个先讨论几个人物来，比如说李东宝，什么葛玲，对，什么刘苏友，就这些，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他的身份、他们的家庭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对。然后把这些人讨论出来之后，然后就讲话题。对，每一个话题讲什么话题？一开始就水煮沉浮，就谁编辑部已经快办不下去了，对，然后怎么猜？然后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水煮沉浮，水煮沉浮很好看。那时候金派这些人啊，然后王朔这些人呢，我觉得在地方也有所发挥。对，很好。对。然后曹导有没有看过这部戏？有啊。那时候你大概刚出生。我看的时候是后面了。对，他首播的时候我肯定太小了，都没有看。对，我后面看，但是像编辑部故事、我爱我家、武林外传，就是我对这种情景剧，我以前是特别喜欢的。你以后会做这样的戏吗？现在做这个的戏的比较少，但是如果有合适的，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你第一部戏也是讲悬疑的嘛，对不对？对。然后上海的时候是第二部戏，就跟着导演这样做嘛，对不对？那做悬疑的戏，现在在网络时代，悬疑的戏所有观众都会挑剔。对，你的悬疑所有的过程呢，他会挑剔的很厉害。所以你对悬疑的戏是特别有兴趣。对，这个类型我是很喜欢的。OK， 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对你来讲，对。可是观众对神秘的戏，现在观众全部都参与啊，所以很较真儿啊。就是这要求就是故事的逻辑啊，包括细节啊，包括常识啊，要真实而可信。这个对，因为现在这种悬疑剧也很多，在国内是悬疑剧场。每一个平台都有，对，但是想要拍好，我觉得不是太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因为现在观众都太精了嘛。对，观众看的多了，对，而且看不光中国的，很多看美国的，对啊，看韩国的、英国的，看英国的，国内的现在也有很多能够看到的。所以说，大家看多了，这个怎么把它有所不同，又逻辑能自洽合理，这是很难的，对。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有挑战性，我觉得才有趣一些。是啊，你可以跟观众打心理战嘛，对吧？这个还有是。曹导演是怎么跟我们小龙导演，你的大前辈啊，我这个心向往之甚久的我们的导演，你们怎么结缘的？就是我回国以后，因为家里的关系，然后就是可以跟着小龙导演。您是跟他长辈认识？对，他。在我看他小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很小就认识。不是小孩现在能干？对啊，我原来还是有点担心的，我没想到，因为他特别年轻的时候，他还没上大学呢。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喜欢这个电影电视这种拍摄，他就写了很多影评。我写影评在网络上，在互联网上写影评，那个时候没有发表的那种东西。他写的那个文章，高中的时候啊，他看片子他自己写，胆子很大。对啊，我有找我的学长学姐去北电，就是蹭课啊、旁听啊这样的。所以说我看过他的，我说这个孩子有天赋，就在这方面，你按道理来说，那很多艺术性的电影，他都能看得明白。他不光是像他们那么大孩子都喜欢看商业片、好莱坞片，对，他不光这个，他包括欧洲的，包括中东国内的，对他都看了很多。所以说写我就觉得，他的这方面是很有那个。你去右西就是要读电影的，没错。你很小的时候就想做这个行业，对，因为从小会看很多的录影带，对，然后看完以后就。给我的触动很大嘛，我会对这个东西，我不仅对内容感兴趣，我也对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特别感兴趣。对。所以就是幕后的那个叫导演的那个身份。所以你去南加大读的是 film production， 对，就是电影整个的制作过程。没错，他们年轻一代的这个学的制作过程呢，因为我们，就比如说大陆、香港、台湾，大部分还是导演制，导演决定一切，那在好莱坞。尤其在好莱坞，大家都是制片制，制片决定一切。现在国内大概还是导演的权威最大吧。我现在也不一样，现在是科大七电，电大七科，现在有些看情况。因为其实从总体来讲，中国原来是学的苏联的那个，就是导演中心制。后来呢，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开始引进了美国的那套制度，就是制片人中心制。对。但是这两个呢，还是现在在实践当中交替，还是交替的，还是交替。你说制片人，你不懂得制作过程，你不懂得创作过程，这个是不成的。导演呢，现在呢，你要不懂一点市场，不懂一点那个成本控制也是不成。所以说两个都要能行。其实在美国，我觉得明显的是演而优则导，导而优则就开始做制片人。对。你现在很多我知道国内的这些比较好的导演都是自己做制片人，或者自己信任的人来做制片，这样他能够两方都能兼顾。我看这个《藏海传》里面有很多拍摄的方法，所以你们俩的工作是他就是做整个的。对，他在现场就特别多，您就抓整个的气氛。我是大的宏观的把握的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就剧本啊、风格呀、样式啊、演员确定啊什么等等这些。对，实际现场拍呢，我也有拍一点点，更多的是他们在太好了啊，那太好了。因为我现在也确实拍不动了，让我一天12小时、15小时做不到。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不能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对，到了一个阶段，您发觉干这一行真是要全神贯注啊。对，一丁点儿的那个说不对，喊咔就得喊咔。一想让自己这事儿过去，就完了。这戏，脑力和体力真的要共同的那个什么，它真的跟体力结合到一块儿。基本上我看那个戏里面有很多，他这个你拍这个古装戏里面有很多这个镜头啊、特殊效果啊等等等等，所以你在美国读书是学到不少东西。我觉得最多的还是学全流程，对我的那个 film production 从头到尾的这个东西对我的其实帮助是很大的。他帮我看到了所有环节里面的一些重点。不管你是在剪辑啊，还是在摄影啊，包括后期，对吧？那个声音的东西，其实都用在了这个戏里面。因为我们总导演呢，我们小龙导演是专门会提拔后进的。以前什么小刚啊、赵宝刚啊，都是跟您的。所以你跟导演学到一些什么呢？首先最在前面的就是文本上的这个要求。对于文学，它的剧本的文学性，还有它的逻辑性的这个把控。你们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好奇度怎么样？这个全看个人的。你自己本身呢？我本身我是文科生，所以历史的东西我会去研究很对，还会有兴趣。但是呢，其实我也会针对比如说自己最感兴趣的朝代啊，比如说唐朝啊、明朝啊，然后对一些战争的东西比较感兴趣。那通过这个戏，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就是第一次拍古装嘛。导演跟你讲拍戏的整个大的轮廓、大的哲学性在什么地方？就是拍一个戏要拍得好，他怎么教导你？怎么在什么地方应该说你们年轻导演，因为现在传承嘛，对，这可能观众想学这行会有兴趣。你的感觉怎么样？每看一个剧本或者看一个项目，我要先看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要拍它，我到底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小龙导演就说你拍一个东西，你别考虑，就是说赚钱啊、工作呀，或者是怎么东西，不要有目的。你的兴趣第一个是在什么地方？兴趣这个东西就是我想拍自己想看的，自己想去弄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拍它的意义。从故事里面我能感受到什么东西，对吧？不管是说这场戏打动了我，还是说整个这个人物，我对他特别的有吸引。你们两位在《藏海传》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对很多角色或者情节有矛盾或者是不同意见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熟悉那个《藏海传》的过程，拿这个来举例子，有没有互相不一样的地方？老师傅跟带的徒弟哪有？没有，我在这方面还都好。一般我说什么，他们也就基本上都。其实他们要是真是不同意，他们也不告诉我了。有没有？你心里我觉得没有，是吗？角色上这么听话，角色上没有这个东西啊。我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那个。您有一个哲学，您待人好像有个什么，您不太批评他们，对不对？我只是说我感觉应该是什么样。我不说他们感觉，我就说这个事应该是这样子。我感觉什么样？比如说讲这个故事，其实一开始这个题材并不是我选择，是他们选择的，是他们导演不是他喜欢看，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喜欢。这是南派三叔的一个
中间一个角色。对，他们看了以后说他们喜欢，我说那我也看看吧。哎，我还真的觉得他们有他们喜欢的道理，但是我也觉得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很多逻辑不自洽的，逻辑挖了坑不埋的。有些不符合常识的。也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会觉得那个什么。当然。所以说这些呢，我就会说，咱们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否则这个东西就你不用光看好看，因为好看你翻转了，再翻转，再翻转，逻辑对不对啊？翻转最后逻辑不对了。对，留那儿很多观众会慢慢挑剔的。对你乍一看过去了，但是回过头一想就有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片子完了以后要让人们有后来的那个后劲儿，就是有嚼头吧。你反复看，它逻辑都是合理的。当然现在也完全合理的，恐怕也很难。很难了。现在观众也不是这么追求那么较真。但是甄嬛我看较真已经较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甄嬛已经是个已经甄嬛学了嘛。那他怎么较真儿，我都那都奇怪的那个较真儿啊。但是最终他们很少能挑出逻辑上的问题，能挑出这个常识的问题，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当初搞剧本的时候就一点一点的抠的，就是你这个情节在这儿，那前面怎么回事？它的逻辑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人的变化的内心等等，这些都要有清清楚楚的铺垫。我觉得现在两代之间的戏啊，当然现在新一代的导演，他们对技术，像这次《上海传》里面的技术很好。比如说他回忆的时候，整个那个360度的变化啊，整个那个动态摄影的那个方式啊，加些 special effects 的效果，这对我们老一代来讲是很好的，这可能他们新学的或新的概念。可是，在人性的变化上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戏还是您讲的嘛，就是这个人格的这个特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年除了上海之前，恐怕也会有一些古装戏在台湾。对。但是能像上海这样的，我觉得台湾的观众的整个认知水平还是很高的。因为至少上海我们在价值观上，在人物设置上，在大逻辑上都还是比较讲究的。对，比如说我再说一个，我就觉得台湾观众，包括海外观众对上海的。你如果是歌颂皇权的，对吧？你如果是歌颂权力的，人家未必爱看。在上海里面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恰恰是对这个是批判的，而且我们讲的是它是有老百姓的这个概念。上海在它的复仇过程当中，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是对那些老百姓那种残酷的那些什么的，我们对它是批判的。对，我有2个问题想问你。我觉得这戏里面都可能有一些意识，这些意识啊，就是比如说《甄嬛传》里面，我觉得这些意识这里面有女权的东西。就是在那个封建社会里边，对一个小丫头怎么样开始慢慢的，因为要生存，而且变成宫斗是她必须要活下去，所以有女权的东西。那《上海传》里面，我觉得有个东西很有趣。我是这样子想的，就是您是军人的后代嘛，您自己也做过军人嘛，对不对？可是您对上海的复仇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很多古装戏里面大部分都是国仇家恨，您对复仇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讨论，因为导演是您嘛，您只是您看整个戏的气质嘛，对，您对复仇这个事情，对上海来讲，他一直在纠结，就是这个复仇有时候牵涉到整个自己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变成他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像你有点在里面去找这个道理。其实从一开始，他从个人的家仇，然后变成国家意义上的、整体的意义上的，他不光是家仇，他要解决。当他岁数大了，他有了家国的这种认知之后，他的仇恨就跟这个渐行渐远了，跟个人的仇恨渐行渐远了。对，他反而变成了一个家国情怀的东西。对。他对那个皇帝那个时候的状况，因为皇帝实在治国很难嘛，对，寡人嘛，对，那个时候好像他对报仇这个事情就开始做一些眼神上的变化，心情上的变化。对，他的心里就不仅仅是一个他家仇，满门抄斩的，或者是家人那些被人杀害了，我不是这样。对，这个是你跟导演他们有没有做过沟通？我们实际上是做过的。一开始
你知道这个剧本原来一开始这个蒙面人是谁呀？不知道，剧本是皇上。我有猜到。怎么？你看现在全民看见半个，我也猜，所有人都在猜嘛。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悬念嘛。剧本是，我就觉得看这坚决不成，怎么可能是皇上呢？逻辑上就不合理。皇上用的是这个，还搞假面，哎，你想想整一个，根本最后定的是这个赵炳文，是吧？赵炳文他既是他的恩人，又是他的仇人，在这里面，赵炳文和他，就有赵炳文，他有他的一套社会背景，对，他这套背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换了，就是你这个逻辑得合理，而且就把这个仇恨放大了，变成了那个。你们在后来剧本定案的时候，已经决定第三者是谁了，还是在戏拍的过程中决定第三者是谁？我从一开始就改，一开始就改了，一开始就不能是皇上，当然不能。一开始就是这个是我们做剧本花的时间最多的一个事情。对，因为这个人的身份的改变牵扯到里面所有情节的铺垫和发展。这个反正大家一起来猜了，后来我也有猜到是赵炳文，我知道一定不是那个王爷。一定不是那王爷。王爷是虚晃一枪啊，对，得表面。王爷那树立的太茂盛了，应该绝对不是王爷。可是走赵炳文这个线是对的。不过后来这部戏《藏海传》，我觉得大家会比较遗憾的是，后来收尾收的比较快。因为当然你说悬疑戏到后来，第三者是谁啊？这个鬼洗也出来了，等等，就收尾收的比较快。这个对两位来讲，会不会是一个遗憾，还是怎么样？您觉得是遗憾，因为我们现在规定是40集，你要么就砍这儿，反正你不能长了。对，你要讲完，只能40集之内讲完。当然，观众是看第三者也出来了，这鬼洗的这也发挥效果。当时我们也在想这个事儿啊，就已经藏不住了啊，索性就不藏了。对，要不然其实原来在情节里面，赵炳文还要跟藏海有很多的拉扯，就是说我不是你的仇人，了解，还要再骗他。但我觉得那个时候还要再骗藏海的话，藏海就很傻。了解，索性不要再藏。不过这个戏反正既然它已经红了，也这个我觉得就一定会，尤其是悬疑剧，大家一定会有些意见等等，我觉得不是坏事。对。那个甄嬛更有趣了，甄嬛现在也变成一种学问了，真学。对，就是您讲的。对。到现在来讲，你说到了过年的时候，以台湾观众来讲好了，那很多尤其是女性观众还是要重新再看一遍。你看过吗？我看过，你也看过，我老婆看啊，就跟着看，对，我老婆看，但是老婆他们会，台湾现在也开始女力开始了，就是其实台湾受传统社会的影响了，台湾也不像，还有些地方其实还蛮传统的，就是上一代的女孩子还比较都是比较对父亲啊对丈夫啊比较尊敬，那我们家不太一样，我们家因为我爸爸带我妈到台湾的时候呢，我妈才15、16岁，所以我爸爸是一辈子就觉得对不起我妈，所以是个怕太太的，可能跟我们小龙导演差不多。对，我们觉得现在怕媳妇儿是一种美德。我觉得您对女人是很尊重的，在我看起来，所以《甄嬛传》里面好像也有这样的女性意识，是不是啊？对女性，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妇女、儿童，这本身是一种文明的一种表现。对。我们没有做过丈夫，那都是模仿。您父母的之间就金婚，我看这个，您父亲对母亲也是很尊重的，非常尊重。对呀，都到金婚了，我爸爸每次还说玉婷啊，吃这个，玉婷说还饭桌上给夹菜呢，所以很好，会影响到您这个对女人的看法嘛。所以大女主的戏拍得很好。我上回在那个导演协会，我不是当会长吗？我就说要把选演员的权利还给导演。为什么说这话呢？也就是说，现在选演员很多不是导演选，制片选角色的时候，选角色，制片人选，制片公司选，或是平台选，我就说，那你们动这个脑子吗？就是这个演员在你脑子里是活的吗？你们认真的看剧本吗？像导演这样子的。认真的看剧本，然后觉得有剧本改剧本，然后把这个角色在自己的脑子里，他是活了，他是有形象的，对，他是有活的。您读本的时候，大概脑袋瓜已经出现一个形象，就有形象了。好，
那咱们来举个例子，像肖战这个是您自己去找的吗？还是他们去找的？他们找来我看，我觉得可以，而且一块商量，觉得哎，肖战演这个角色是可以的。我觉得您选的可能是选一种冲突感，他长得好看，长得非常细致，就是，然后呢，可是他内心冲突要非常大，他还要复仇，他要把恨给压下去。说表面上，表面上看起来静得像瓶水，然后很漂亮，然后可是心里面有千般的这个情绪在里边。所以冲突啊，有时候是美感。有时他们教电影的很知道 ，conflict is beauty， 就是说要找一些冲突感。这个是不是你们后来选择肖战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首先看这个人，我电影院的时候我要跟他聊聊天儿，当然，我要特别是主要演员跟他聊聊天儿，看看跟他听听他对生活怎么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反正跟人聊，聊完了就他身上有没有那种你所要的这个人物的那种气质，特质，就那个劲儿，你比如说安陵容，她有没有那种小家碧玉的劲儿，什么等等，她反正这个谁也是如此，肖战也是如此，在他身上，他这表面上看着很儒雅，对，我们这个里面本身就不是那种，他复仇不是靠武功的，不是武戏，不是武侠，对，考虑那种什么，但是儒雅的，但是他能不能把他内心掩藏的很深的那种那个劲儿，能够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您跟他聊之后，就聊了几个人，就聊到他就是他了，就是他可以，我觉得他可以。那您对他这个历史文化的素养啊，这里面因为要演个青天剑，素养什么风水啊、堪舆啊，对，什么还有这个百工技艺啊，各方面来讲，这些东西要进到血液里面去的，您没有担心？我没担心这个，因为这东西连我一开始都不是很熟。对，但要我觉得拍这个戏，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个东西在里头，比如说关于堪舆、风水、纵横术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非常重要，春秋战国就开始很对，就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一直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内容。你知道吧？而实际上呢，但是这里面也有糟粕的东西，就是他会把最后弄不好就可以说成封建迷信。对，糟粕的东西。对，你要把他那个封建迷信的拿掉。你要把他说的那些，包括堪舆，他那个风水那些东西，你要找到他合理的那一部分，把它放大，把它讲清楚，然后观众一定会对事儿感兴趣。对，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对，这不是。简单的那个什么，当然我们这里面有些非遗的东西，也是中国文化的非常，但是这个从根儿上来讲是中国文化的东西。OK， 青天剑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本吸引我们，包括它最后播出来，大家感兴趣。青天剑这个设定其实是挺新鲜的，很好。因为原本的以前古装剧里面也有青天剑啊、司天剑这个设定，但它其实是在很旁边的那种配角，而且有的时候是反派，他们来搞一些巫术啊、占卜啊、嫁祸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这次聚焦到了这个部门，然后把里面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给它体现出来了。对。因为中国的戏剧，不管是正史或者是说架构的戏，在海外会红，中国文化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像这种《上海传》这个戏，能够掀起海外这种所谓的文化浪潮啊，我觉得是个很棒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最棒的就是，如果有文化的浪潮在海外飘的话，这中国文化的东西就出去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经济上的事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它的影响越大，好。以前台湾非常在乎这个东西，可是这几年反而台湾历史的戏，中国文化历史戏不拍的非常可惜。是，这有空我再跟您谈这个事情，是非常生气。对，我估计你会生气。对，中国大陆接这东西接得非常好。OK， 那我们讲到这个 casting， 讲选角，你跟肖战后来合作很紧密嘛，对不对？因为你们年纪也相当，对不对？听说你说你在下面跟他一定要聊很多戏的东西，对。那他也很喜欢音乐，你自己本身，我觉得这个戏的配乐也蛮好，尤其昆曲也加在里面。那昆曲后来就在这个平津侯在这个清君侧的时候，那个整个
整个那个东西让我想到那个《Godfather》第3集后面大歌剧啊，然后《Godfather》就是那个教父都在杀人，那个所有的事情都在同时发生嘛，这就是暴力美学，这个东西处理得很有趣。然后你跟肖战还经常会斗嘴，是吧？就是对，斗什么嘴呢？其实是互相开玩笑。因为藏海其实是一个隐忍的，然后要去骗他的敌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嘛。对。我在一开始，我其实跟肖战有一个破冰的那个模式，就是我会在走戏的时候稍微逗逗他，骗他。比如说就加一句这个词儿吧，加个这个动作吧。其实那个不影响就是正式的拍摄，但是就是他后来慢慢他发现了我在这么干，然后他就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特别一本正经的那样的一个导演。他后来他就反过来，他说他也给我开玩笑，我发现他腹黑的那一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腹黑的对，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跟张婧仪2个人其实第一次合作嘛。也是第一次认识，其实有点，就是一开始比较生疏，然后后来他就跟张婧仪说，他说这个曹导特别爱骗人说你小心点。他们2个人后来联合起来对付我 ，OK 就是在片场或者休息的时候，然后我说那我甘愿当你们2个人的共同敌人，但这个过程其实把他们2个人拉近了，OK，他们在干这个。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甄嬛或藏海，人家说。千剧万戏啊，必有一丑啊！您这2个戏里面，你说像这个在藏海里面，只有高明有一点点喜剧，有一点点，对，所以您对这方面怎么看法？高明他这个从一开始弄剧本的时候，在选这个演员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那个谁的苦大仇深，就是他的那种一直是在复仇的那个过程中，对，你要给观众喘口气的。对，这高明不光是他要有一个。当解说的作用，就是他跟他在讨论的时候，他的谋略什么等等，他要延伸，要观众去懂。这个他不光是这个作用，他还有一个他跟他师徒关系里面的那种非常纠结，纠结好，而且还挺好玩的这个。对，就让观众喘口气。所以说选演员的时候，我们当时一看，一高一矮啊，一个胖一个瘦，反正这俩人放在一块儿，就能产生一些喜感。这个对这个戏它有需要，因为它不能都是那么，我觉得仇恨和悲苦或者那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的这个调味的调料。你看那个格莱美奖啊，里面他其实不见得是一定要演喜剧，很 funny 叫做喜剧，他都称为喜剧。就对这种角色来讲，那《甄嬛传》也有人讲说，《甄嬛传》好像里面没一个快乐的人，对，很难快乐。这个整个宫斗里面，我觉得《甄嬛》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拍之前我就说，它不光是宫斗，实际上对封建的落后的婚姻制度的一种批判。对，皇上其实他表面上是这个，其实内心都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什么呢？皇上娶的后妃都是官家的子女，对，官家的女儿。对，所以说他利用后宫呢来。挟制前朝，利用前朝来控制后宫，这是他的帝王之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这些人，而且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有问题，株连九族的。所以说这个对他们来讲，我不光是我一个，是我一个家族，是我一个整个家族的命运都在。系于一身，在这儿要得不到皇上的那种肯定的话，那你进冷宫或者杀头，你一家族都受重大的影响。因为《甄嬛传》是小说改编的嘛，对，它是一个网络上的小说。对，我们那个时候看《甄嬛传》，我说怎么会选雍正这个时代来谈这个宫斗？因为雍正算是勤政的皇帝，而且所以说特别有意义就在这儿了。一开始你要找一个本来就荒淫无耻的皇上，像明朝的，对，好像后宫3000是吧？那你故事讲究，你那个批判意义就压力就没那么大。对，在这个《藏海传》里面，这个明朝也是有点明朝的背景嘛，对，有点明熹宗的味道，对不对？就是做木匠的，做木匠，对，他也是倒数第2个皇帝了嘛。对，我看那个戏里面，这个皇帝也很有意思，他那个没辙又要有辙的样子，又
又要跟大臣之间周旋，又没辙，对自己的生命各方，那个微妙度，那个很有意思，那个寡人的情绪很有意思，对不对？皇上也有很多种，也有的啊，那个一代帝王那个有那种霸气，或者能够，也有那种窝囊废的那种。OK， 对呀，各种各样的，多了，对，各种各样。所以说，我觉得，反正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更多的在歌颂他们的。对，我知道您的对这个封建社会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个事情，就这个细节控啊，人家都说您是细节控，因为您是读中文系的，我记得您中文系的时候，那是读红学吧，读这《红楼梦》。红楼梦》是不是对你影响比较大？因为《红楼梦》形容事情，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细节都很细节，而恰恰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影视创作当中特别重要的。哪个？细节。对，就是包括吃穿用，都非常重要的。这回在这个哪儿的服装啊什么的。都按照那个是那会儿的典章制度品质来具体明朝的那会儿都按那个什么来的。总导演这么多对细节控这么细腻的部分，对你没有压力？没有，因为我也是细节控。你也是很细节的。对，我是从头开始把所有东西、美术、服装、道具的东西给它落实下来的啊，包括音乐，包括画面那种东西。对，因为我是师承小龙导演嘛，这个东西也是我的一个优势，对，在这方面，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对有这样子环境之后，人就入戏了，对不对？因为你情节是大起大落的，可以编撰的，但是细节是不成，细节一定是落地的，而且细节一定是真实的，而且对细节的控制是一个功力，它不是一个光靠想象力那个。能做到的，我觉得影视创作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我们说的细节，不仅仅是画幅道，当然画幅道是细节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还包括情节当中的细节，故事讲述当中的细节，这些都非常重要。曹导演这是你的第2部戏，对不对？你拍这个，国外都讲所谓的类型戏啊，就是各种类型的配合。这个配这个，这个配合，比如这个所谓宫廷的所谓的这种复仇戏，再加入什么一些科技，或者再加入一些所谓的这种中国古代的这种技艺啊，有很多的类型戏，又把悬疑啊放在里面。你接下来会朝哪方面发展？你自己的感觉？其实你喜欢的类型是哪些？喜欢悬疑，喜欢奇幻，还是喜欢悬疑？奇幻我也很喜欢。奇幻，但奇幻以前在大陆能拍的题材很少。对吧？其实，但我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东西，像三体志怪的那个《三体》就科幻嘛，那个又是另外一个类型，那个我也很感兴趣。你讲的奇幻是哪种奇幻？鬼怪、志怪啊。哦，你喜欢鬼怪的故事？对，就是乡野传奇这些东西，我很喜欢这种东西，也很喜欢。聊斋就是大量的民俗的东西，爱听秋逢鬼唱诗。哦，你喜欢聊斋这样的事情？对。聊斋其实也是形式的，聊斋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不过我觉得中国文化的东西现在在大陆这样子发扬光大，各种各种的剧，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东西。对您来讲，您说创作这个东西就不是中外古今啊，对不对？现在流行什么创造什么，这样就是真的是无远弗届可以这样创作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还是很好用的一些事情。对，它有很多，就好像这个藏海。它就是有很多中国文化的那些传统的那些东西。对呀。你把它表现出来，实际也是通过它来表现人心，表现人性。但是它通过中国文化的方式来表现。当然这里面也用了一些西方的，比如说我们的特效，是吧？包括那些那表现形式上的一些。对吧？那这个融合起来，我觉得才能够。满足现在观众的这种需求。谈到藏海啊，最后一个镜头啊，有个空镜头是照到那个鬼玺，现在观众都很厉害，就是会不会有续集啊？然后还有人讲说，因为藏海讲了一句话，说他要好好去研究这个魁玺这件事情，所以会不会有续集这个事情？今天来问问总导演跟导演，有想法吗？您看，反正是留着了，但是要看创作。
看创作，要看创作，这本来就是创作剧本嘛。对，就是创作的如果好，我们就会往下做，如果觉得不好，就是为了有这个，为了创作，为了这说，你前面好了，你后面就可以挣钱，那我们不会做的。对，所以说我就宁可不做。其实按说只要做就挣钱，你说你那是吧？如果从资金的角度，从挣钱的角度上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我们就觉得，反正我们态度是，如果能够做一个又好看的片子，是又能够有意思的片子，那我们就做。如果剧作上首先做不到，对，宁可不做。OK， 那小龙导演就是您师傅，也不是因为了挣钱而去做创作，就是真的有很多情怀跟自己创作的模式是这样子。对，你很棒。那70几岁还在创作，我说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就说您创作都有几个过程嘛，我说生活的历练呐，时代的背景啊，对吧？您对时代变化的戏也很喜欢，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有很多那种亲身的感受，很棒，很棒。所以说当然我跟他们那个具体的感受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90年代到北京来，对，我们90年代初我们就到美国拍《北京在纽约》去了。对，所以说这个里面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我对90是一个大的变化嘛，对，很大的变化。对，然后所以说把讲那些人到北京来的那会儿。那这个戏也是您带的新导演一起拍？对，现在你手上是有几个在培养的导演？我现在我只能做点这事儿了。他们现在说让我自己去拍，我觉得我的体力跟不上，所以说我希望能跟其实我跟他们也是学习的一部分，不光是那个我能看到他们他们有些他们的优点。他们说故事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对不对？对，他们已经不太一样了。你比如说像这个藏海，这个说故事的方式就已经和我们那会儿的，您说曹导他们，对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你觉得呢？就剧本啊，就那个，包括那个，你看他们会有跳空。对，你比如说，我要按我的说法啊，藏海里面其中有一个人物叫瞿娇。瞿娇这个人物，按道理来说，他底下有3犬嘛。对，杨真一个，平津侯的3犬，瞿娇一个，还有那个谁，楚怀民一个。对，瞿娇的死留白了。对，留白了。他们现在这个片子里面很多，他会做这种留白，对，而观众会脑补，把这些都给你补上。对，就觉得过去我们那个说法就太啰嗦了，是不是？对，是不是会这个？你现在当然他们恐怕也有其他的为难，你比如说你都给他补上，你40集根本不够。对。但是呢，要按我的要交代，这你不能不说呀，这事。但是呢，居然观众补起来了，他都能补，所以说他们知道怎么在什么地方留白，留给观众，什么地方要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什么情绪我把故事说清楚了。他们有这样的，要是我都是要前后思量半天，对，不成。这边有一个就是3犬中间一个犬，您说那个犬怎么死了？1夜之间就结束了。对，后来皇上驾崩这个事情，后边这也是很快，也就没有怎么交代。对，他不在故事的重点里头了。他们可是我们想，皇上驾崩都不交代，可是皇上驾崩一定有什么原因吧？也没讲，也就这样过去了。观众也要自己补了。对，那我在猜想，就是魁喜，反正摸到魁喜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可能有点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就自己补这个。对，因为你喜欢，你就可以补上它，对不对？这个观众并不在乎为什么这个。我现在所以说他们年轻人说方法是不一样的。对，说得通了，对他把最有意义、影响最大的，而且情绪最饱满的，你比如说他从那个哪儿里面出来，像这种他从那个地宫里面出来的那个过程，他细致的一点点的全给你说到了。对吧？他把龙门像龙门断龙石那个地方，我们就很细致的展开，他非常细致，是吧？对，那个像那个地方，观众是跑不了，是吧？而且观众看的时候是热血沸腾的。对，他就细致，他觉得那个谁没什么意思，反正那个
对，他就是大胆的把这种东西，我觉得特别好。有考量的。那个关龙门那个戏，这个肖战站地方，这个年轻导演要喊，就是我命不该绝。这个很带种的一个，面对这么多500万情况之下，这很带种的一出戏。这个戏表现的还蛮有意思。对，所以这个下面有这个导演在做，您在旁边在指导，也跟他们学习，看到一些不同的戏剧表演的方式。对。你呢，曹导？你基本上培养自己的创意跟表现方法，除了在USC所读的这个 film production 之外，你怎么增加自己做导演的内涵跟元素？本身我是90后嘛，对吧？其实游戏还有动画，是我伴随着我成长的一代。那我在里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包括我自己很嗨的点啊，它其实我通过这些媒介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不仅仅是说看电影啊、看剧啊。对，你看他们这个游戏啊、卡通啊这些东西对他们影响很大。对，我们是伴随着这个东西发展、成长起来的。但同时我觉得阅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两个都会要兼顾，因为不然你只有技术没有文学的话，我觉得你做导演其实还会差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能通过剧本，我可以自己上手去改，可以去判断它的这个文学性的这样的一个点。而且通过这个，因为我年轻，我没有那么多的人生体验，但是我通过阅读其实可以体会不一样的人生，对吧？然后可以，它可以触发的一个东西就是想象力，然后你再通过一些东西来补充自己的对于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感受啊，就这个是有帮助的。您知道，我看他的资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他这个对演员那个要求是不要什么金手指的这个，不要有金手指的效果。您知道他讲这个意思吗？什么叫角色吗？角色吗？对于角色吗？对角色。您知道他讲这个意思吗？金手指是他们打电玩一个关键卡。这个就是我们不懂他什么意思。我不懂，我也不懂。金手，你可以解释一下吗？跟演员合作确实是这样，我们自己挑演员，然后我们会跟演员有深度的沟通。对，然后我们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说，去现场跟演员面对面的去沟通。所以这些我觉得是跟演员相处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当然，对。然后我们也会说把过程演出来。你现在面对这些，你年轻，你面对一些，不，这个《藏海传》还好了，这年纪比较大的话还好。也有不少。碰老戏骨这些，你会紧张吗？不紧张。因为有我们小龙导演在旁边给你撑腰。也不用啊。我通过导戏就征服他们。很棒啊。因为这个是合作嘛，就是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开机之前、拍戏之前，我们要先见面聊一聊，读本聊天。对啊，大家聊一聊，互相熟悉一下。这部戏是同步录音嘛？同期声。我们的术语叫同步录音。同步录音。这儿叫同期。OK， 同期录音。对。钟汉良是配音的嘛？对不对？对。钟汉良的眼神跟感觉特别好。一个港星，我觉得他特别好。这个 casting 这个选角是怎么选到他的？怎么选到他的？也是公司推荐。可是公司推荐唯一允许他可以用配音的，对不对？不是他，不光是他。陈妍希也配音了。对。陈妍希也配音。那个谁也是配音的，尤其那个谁。咱们的那个黄觉啊，平津侯也是配音的。平津侯我看不出他配音，听不出来，没听出来，那就说明我们混录很成功啊，配音很成功啊，对啊，很贴脸，而且混得很好。黄觉嘛，是吧？对，他戏很好。像港台现在的演员来演戏，能够不配音不多。李天柱，您拍《甄嬛传》的时候，他自个儿讲话，他自己的声音，对他行，他可以。但甄嬛里面我有的也是配音的，是啊，有的我就不配，我觉得声音好，我也不能全都配音，因为配音的话它有配音腔，就是配音演员他那个配音腔是非常突出的，你如果全是配音，你就觉得整个片子假。逻辑上讲，你看电影，咱们这么说吧，电影的默片已经没有了，没有声音的电影没人看了，但是电视剧前面的。广播剧现在还照样放新闻，对，广播剧照样，因为光靠声音塑造人物、表述环境、讲述故事等等，
他就声音完全可以，是没有画面，它照样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品，是同时存在的。是，所以说声音在影视剧当中，特别是电视剧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导演他特别在意的都是画面，或者是什么，他觉得画面好看什么的，但是他的声音做得不好。这个声音不好，不光是同期音乐，也包括演员的表演、语言、声音的塑造。这些都非常重要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导演们要注重这个声音的塑造。不过您说我们现在讲的普通话来讲，普通话来讲，严格讲来就是北京话嘛，是吧？北京话其实北京话也不是完全最早的河洛话，对，那是咱们旗人进了关之后加了很多儿音啊，您说大石烂啊什么都是加了很多儿音。对，真正的河洛话就河南洛阳中原话，就跟唱评剧那个音一样。他也是，现在听起来也是不习惯。那可是呢，像这个台湾话就是闽南话，叫河洛话就是河南洛水附近的话，其实它留下了很多古音跟古话。反而是现在台湾讲的闽南语跟广东话，它的语调跟语音的情绪其实比较像老中原的话。是从说客家人不就是从河南对过去的啊？对，台湾一样，就是以前官人南下嘛，就胡乱话的时候。对。不是说话说回来，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拍中国戏剧有没有可能？因为那时候进京，你说拿清朝来讲，皇帝进京旁边都是讲地方话就各种语言，对各种语言，对。所以有时候，可是这个音一讲出来，在正戏里面要讲感情的戏的时候，就难拍了，你知道吗？就带广东腔的，或带闽南腔的，或带温州腔的，对，或唐山话，会乱。是，这怎么办呢？可是这个是文化的一部分呢。现在影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就是带有一点点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就是说在正戏里出现，在正戏里，比如川普啊。你有一点那个四川味儿的，塑造这个人物，那个有一点河南味儿的，有一点陕西味儿的，这可以，这是北方语系的，都是可以的，可以。但是你要讲，我们这回拍那个哪儿也是如此啊，比如说温州，你要温州人说普通话，就根本你就听不出来，过个山就不一样，对，就不一样。但是你要用温州话，你比如说北方语系的人说，比如说陕西话、河南话，你还能大概听懂。对，他就说陕西话。对。但是你要说温州人、福建的，你完全听不懂。所以说他自己本身温州话有好几种。对，他这个东西有时候跟传播有关系，它不仅仅是地方，他得要更多的人听懂。对。因为现在呢，影视它肯定是传播嘛，往外传播，你要听不懂肯定是有问题。了解。但是呢，你要听懂里面，你要表现出地域特色或地域或者表演人物个性，那带有一点点地域特色的这种表现，对，会让人觉得更真实，对，更就是看得更有趣。对，这个我觉得是我在这方面现在大陆在这方面的，我觉得时代剧或现代剧比较有可能。我觉得在古装剧里面比较难吧。古装剧就困难了。古装剧我们到现在没有，我没看到过用地方语言演演的古装剧，因为古装历史上怎么说话，大家本来古装剧现在我们白话真是用古装的文言来说就已经很不一样了。不一样。你再加上地方古装，那这事儿加上口音，对。除非你想做点不同类型的喜剧，可以试一试。太严肃的可能不太适合。现在很棒啊！现在这个，我觉得华文的这个戏剧啊，能够透过国际的平台，全世界看，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其实像是上海啊，或者这些，我觉得如果真在海外流行这文化浪潮，中华文化的东西出去，我觉得大有未来啊！感觉上大有未来，这可能是一个现象。对，因为中国古代这些未来的这些过去的故事太多可以取材了嘛。我觉得老外一定看得懂，在某些方面来讲。对，你说英国的那个以前那个中世纪或宫廷的斗争等等，也全世界看呢。对，罗密欧也是，朱丽叶摔是虚构的，也全世界看呢。对，您觉得这个现象对下一代的这个导演，要不要在中国文化方面去
多去思考一些创意的可能性。你觉得？对，这回藏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尝试吧，是一个中国。其实也过去我们拍那时候并没有太多的刻意的想，这才好啊。有时候不是说如果说我们一天到晚想我们这个东西要弄到海外去，这个我也觉得好像我们不是，我们是为大家首先为中国观众看。拍部好看的戏就是了。对，对，把戏拍好了，对，观众呢就会给予他很多思维，他把自己的感受，把自己对生活的认知，通过这个作品像镜子一样去投射，对，就反映出来。那这就是很好的事儿，很好了，这就很古人靠写书，现在人靠影视，就说好好做一部戏，那自然就会有人，你说天说附会也好，然后他这个传说附会也好，不管。他就会弄些进去的东西，然后好变成一种文化。就像现在《甄嬛》就是一部戏嘛，而且是一个架构性的戏，而且完全可能就是跟历史不见得有关，完全对。可是他还会现在有一个新的叫二创嘛，二创他会创出很多新的一些想法来。对，我就完全没想到，完全意外，对不对？我也首先还是好看嘛，就是好看。我们认为文化就是你得把它包装成一个特别简单易懂。易传播，这样我觉得才会易传播一些。我想问我们小龙导演、总导演一个问题啊，就拍戏很有意思。拍戏有时候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就是这个人的本来的人设是这个样子，在戏里面人设是这样子，然后在拍戏的过程，我说以前了，当然现在都剧本好了，就是按照剧本拍。对。可是也有可能有种状况，这人设本来是这样子，慢慢在导戏跟走的过程之中，这个人设会有一些改变。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跟人生一样，因为你要说一部戏出将入相，把人生演完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其实在台湾啊、香港这种情况比较多。为什么呢？它是边拍边播。然后呢，根据播的反馈，他又在改变。然后甚至把这个人死了，把那个人活了，他是有市场这种推动。在我们这块儿，在大陆这种情况比较少。当然你要说拍戏当中要有改变，这也是肯定的。对，我讲的意思是差不多，但是我不是讲技术面，我说做导演的这个工作。你比如说演员，演员很有趣啊，他一生里面可以演各种不同的自己啊，就是人生很丰富啊。对。可是导演可能3年，比如我们拍上海，就是可能要花2、3年时间在一部戏里面。那导演也会在一部戏里面，就跟演一个舞台剧的演员一样，就出将入相就把人生演完了。我说您在戏里面，导演其实就是戏里面的上帝了，做某方面来讲。所以您看了人生百态啊，中外古今看了更多人，有时候会体会的人生会更多。那我们就说人是不会改变的，人的个性啊、天性啊，各位不改变的。可是，在拍戏拍了那么多。您觉得人会不会改变啊？就说在一生里面，因为环境啊各方面，他会不会改变？还是他其实基础不会改变，只是处事方法的不一样而已。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会改变，会改变啊，是整个人格改变吗？人还是比如说你看到有的人一开始还挺干嘛的，后来有点成功了。就不是这人了，可能他基本上本来就是这个人，只是放大了，他，放大了，对。但是你原来看不出来啊，对。他在没成功之前，他完全是一个谦卑的。我说导演的好玩呢，就是在，当然不是顺拍，或者是因为我都横着拍，所以剧本都好了嘛。可是导戏的过程中就算您顺拍，就是故事也是人写出来的嘛。对。导演就跟我就好像在看演戏的时候，就跟上帝、跟观众一样，在看这些人在演戏的变化等等的过程，或者故事等等的过程，这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啊，等等，对不对？是你拍的时候，我拍戏的时候都不觉得过瘾，但是拍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说，拍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突然有个想法，这个想法挺好的，你这么演一下，演员也觉得好，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一切，我觉得在拍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快乐，那个还有些创造性的东西，都不如我觉得累，都不如因为累让我觉得痛苦的过。每天早上被给我叫起来，然后晚上，因为我最害怕就是大量的做选择，在现场，
摄影好了，导演你看摄影，你那光行不行？然后镜头行不行？化妆行不行？服装行不行？都问你，都在问。完了以后，现场拍一条下来，大家都在等着你最后说 yes or no， 对吧？你说不成，哪儿不成？你要跟人说这个不成，这个不成。我每次就是我这边喊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往现场走，我脑子里就会想，我在里面刚才想的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然后到跟前说，哎，刚才过去镜头往那边移动的时候，有一个点动了一下，然后在哪儿谁过去的时候眼神光不够，然后还有表演上什么问题，你那个处理什么问题是？你这一路就走过去，你要把这1、2、3、4清清楚楚的跟人家说清楚，然后再来一遍，多耗神呢！曹导在上海这部戏拍完了，学到了些什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先对自己有个了解吧。对什么了解？自己先有一个了解吧，就是对于我第一次尝试拍这个东西，然后我怎么把它一步一步做下来的啊，然后觉得后来觉得拍古装其实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的困难。对，因为调了很多场面。对啊，其实还是就是讲任何故事都是一样的，就看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所以当您看完剧本，有这么多场面，杀戮啊，大焚烧啊，然后很多东西啊，什么君王之间，帝王跟臣民之间的一些礼仪啊，把这个很复杂。拍完之后应该很有成就感，因为你觉得完成了克服了一些大难题。对，对你一个现在90之后的一个人，这个想法来讲，对不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年龄不是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理解。当然。对，所以说，准备好了嘛，对吧？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再进去拍，这个都是 OK 的。不，这个在场面跟过程上，还有拍摄的方法，棚内戏、棚外戏各方面来讲，算是一个大戏了。不过经过这些过程，你觉得学习到的东西来讲，是有成就感的。是有成就感的。对，就对未来基本上就不怕。对。肯定的，没有师傅在旁边也不怕。有师傅在更好。师傅会累啊，你们没有他在旁边，我也会紧张。对，对，哎，这个毕竟有长辈在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点紧张。你紧张吗？然后他每次一走，然后我就说OK，收一口气啊，要不然我在旁边你戴面具，偷偷的在现场。还是有压力啊，小罗导在旁边。那肯定的啦，这个。所以你每次说 OK， 看完了回头要看，可以吗？你是吧？还是有这种状况？当然我在的时候，他们都会那个嘛，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我尽量不在。对，这个是您要懂得帝王之术，不上朝。对，学明朝皇帝。对，不上朝是比较好。别什么都在那儿待着，我也不想在，我还在旁边去打下球呢。是。这几年我们台湾很多人看所谓我们叫陆剧了哈，看很多陆剧，也谢谢您提供这么多好的戏。台湾演员这次您也用了嘛啊？对。那台湾演员以后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台湾演员？我觉得前些年呢，我们在北京能经常见到一些台湾演员，是吧？我也过去也能看到一些台湾的戏剧，台湾的好像这2年少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他们多来。对，我觉得还是多跟大陆这边交往。当然，大陆大嘛，我就是想做这事儿，串门啊，多常来。对，人就是这样的，走得近了。他就容易那个，本来就是这样，就了解，对，互相了解，对，一了解你就愿意合作嘛，对，这交流很重要的东西，对，有更多的交流，真的对您心向往之那么久，非常感谢，老哥，加油，谢谢，哎呦，谢谢老哥，真棒，跟您聊天，好嘞，加油，下回再来到北京，你在北京待多少天啊？我下午就走了。